有人的剧本长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这个游戏关卡它的确会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高度跟质量，只要你带着智慧去看待它，你越过那一些限制，当然我们可以用智慧去看见它背后的慈悲，它真的会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个美是来自于那些冲击后带给你的成长。那你除了做过征信社还做过什么？好像没有那你做征信社多久？也没有很久因为其实前面都在瞎混。混了啥？就是读书读很久，休学复学，休学复学，前面对很混乱啊，人生前半生都一片混乱。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事啊？什么时候？就是休学复学，休学复学，它包含了什么？混吃等死。那你的混吃等死方式是？就也没干嘛，游手好闲啊。是啊。对，没干什么正事。对。那也应该干了什么事让自己得以生存吧？生存，我想一下那时候做什么。以前有碰过博弈类的东西。对。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也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啊，因为你身上的确没关系，您继续分享。对，就是博弈类的东西，然后做一做，后来觉得也没意思。对。后来就做征信了，就这样。征信的那个征信流程大概长什么样子？流程你说什么样的流程？你说我做的流程还是征信社这个流程？征信社这个流程好了，我先了解一个普罗大众的状态。就是你要抓奸嘛。好，我抓奸。也不是抓奸，没有那么快 sorry 你觉得你男朋友怪怪，或者你的老公怪怪的，然后你就打给我们。打给我是业务，我接了，然后好，我帮你调查，要不要调查？你说好，然后就付钱调查，然后调查。那个付钱呢，它是有一个市场行情的，还是付越多钱调查的细度就更细？是有行情，但是通常都是 case by case。对。就是没有，其实也很黑啦。就是我如果感觉你是有这个钱的，对，我就会报高一点。OK， 那你怎么感觉？我没有做这一块，我那时候就是小小的。你很脚踏实地。不是，我是跟踪的，我是调查员。你是调查员。然后那是业务干的事情对，业务干的事。然后我就是被派去调查那个，然后发现我太菜了，我都会跟丢。那时候其实没跟几个月，我就发现我不是这块料。然后对，我就转去做开发案件，算是前线的业务做行销。然后但是有客人来找我，我是丢给他们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搞了一个脸书的社团嘛，还有粉丝团，然后就运气好，弄得蛮大的，所以就是这样子混了几年。混了几年了呀？16年到22年吧，都在搞这个。16到22，对，4、5、6年的时间耶。对。那后来呢？就是我想一下，22年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东西。那时候是怎么发现那不是你要的？找不到成就感。我赚到了钱，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对。那个意义是什么？你在找什么意义？不知道。我拿到钱，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就是好，我有钱了，然后嘞，就是我不知道然后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刚好家里卖房子嘛，然后我手上有一点钱，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我现在有钱了，就是我先放着。生存不是你的顾虑的时候。对，我就先放着，然后想想说我要干嘛，就开始22年的年中吧。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想我要去了解我到底要干嘛。然后就所有东西停下来，开始研究。一开始是哲学啦，哲学是我其实从19年开始我就一直有在研究。就是我看一些书嘛，然后有上那个台大的线上课，还上了2轮3轮这样子，就是把哲学全部搞了好久。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他的最后一堂课是讲神学。哲学，对。然后那个教授会讲说，因为哲学的尽头就是神学。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开始研究神学，然后研究这些算命命理类的东西。对。然后研究就一定会碰到佛教嘛。佛类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来看的情况下，我觉得佛教的东西我比较有共鸣。对，有共鸣。然后那时候就差不多是在22年中的时候，2022年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征信的最后一个案子，是我自己做的。那时候做了什么？做了一个什么叫做自己做的？是从头跟到尾的？从头到尾全部我自己包办。哇！然后我找我的兄弟一起去做这件事。
OK， 好，听对，起来好好玩从接案，然后到跟踪调查、拍摄什么，全部，然后到谈判，全部都是，然后最后搞砸了。为什么？谈判技术不好，对，对，但是那个就算了。那是一个私生子的案件。Oh my god！ 可是什么很有名的人的私生子吗？不是，就是普通市井小民。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个案件做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个阶段结束了，就是好，我已经玩完了，然后我也觉得我需要去找一点新的东西。对，我就跟着案子结束，我就开始比较认真的在可能打坐冥想吧，那时候就是开始。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朋友，他很早就有在跟佛教的上师，就是他还把名字改掉，就是改成法名。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接触，我就是会问他嘛，我知道说我身边有这个人在学佛这件事情，我就问。然后问一问，先后顺序是这样，就是我年底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全部都在进行的情况下，我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我跑去打坐，就是我跑去公园打坐。可是你是怎么知道打坐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你？还那时候只是一直在探索，到底很多人说打坐的好处是什么，然后你就跟着做。对，就是这样。就我都自己瞎摸。然后那时候在公园干嘛？在公园打坐。对，然后就打坐的时候进到一个状态，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我要出去看一看。对，然后那时候因为认识一个加拿大人，就是台湾过去的加拿大人，对，然后他可以带我在加拿大，对，那你在那待了多久？我就跑去，然后那时候其实大概一个月，一个月我就跑回来了，一个月跑回来，然后我就说，好，我要移民，我就很开心，我要移民，然后你就那么下定决心，你就觉得我就是要去加拿大生活，对。OK， 然后我就回来弄了3个月之后，我又去了，我还抓了一个我的兄弟一起去，一起移民还是一起去玩？一起去，他也想移民，然后我说走，我带你去看，OK， 然后我们就一起跑去我那个朋友家，结果去了之后，我们2个就开始到处跑嘛。我们本来就是想要算半环游加拿大，就是到处探索。对，然后在我们先跑东岸。东岸，然后其中我们觉得我们节奏不对，所以我们说那分开跑。后来我们就一样这样子，东岸跑到西岸。对，然后这样子差不多2-3个月吧。对，我最后是在温哥华。然后认识了蛮多人的，就各个国家的人，对，然后在那边有遇到一些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用逻辑解释的事情，对，然后又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苦难。发生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那时候我的过去的记忆全部跑出来，然后我就来烧。OK， 对，就是会混乱，那个我的意识会混乱。怎么样的意识混乱？可是那些记忆是你曾经压抑过的记忆，也许有，也许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它是，但是是你不认识的记忆。对 ，OK。然后那时候一直跑出来，有很多，然后甚至还有人真的出现来找我。OK，对，然后就是可能从我们 New Age 的角度来讲，可能就是第一次整个小我的崩解吧。因为我发现我太多东西了，太多记忆进来，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办法分清楚到底那个是此世的你，此刻的你，还是别世的。对，我分不清楚我现在角色是什么。对，所以后来我就是精神状况很不好，因为太飘了，整个人太飘了，我就回来了，我就回台湾了。所以你也没移民成功。对。可是那个混乱带给你什么礼物？回过头来，你会觉得那是礼物吗？对。但当下没有办法理解。当下我就知道我在一个转变了。对，我就知道我要蜕变。你要重生了。对，我要重生了，只是说真的很痛。可是你在当下就知道你要重生了。我知道啊，对，那就是觉知对，就是就很痛啊，很痛。那种痛是什么样的痛？心的撕裂跟剥离感。精神吧，精神。对，因为其实我们家有精神病史，所以那时候有一点发。我从来没有过这个经验。你看得出来我是很意识很清晰的嘛，很讲话逻辑非常有条理。对，就是我通常是 ego 很强的人，可是那时候我整个爆掉了，就是我已经飘了。
然后我身边跟我很多10几年的朋友，有几个都觉得我发疯了，他们很怕我疯掉。那你的发疯行为长什么样子？就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语，然后我的人格也变得不一样。他们觉得我是谁、啊？有点解离吧？有，那时候有。那我理解。然后加上我爸本来就有这个病史，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发，然后我又是在加拿大，身边没有任何人，我在异地，就是我独自面对这个情况。那时候是痛苦，大概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吧。但其实身上是有钱啊，就是没有生存的痛苦就是了。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底气耶，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多少所以后来就跑回来了嘛。但至少你有拒绝跟选择的勇气。对，我觉得人生可能你问我说我人生需要多少钱，我觉得那个钱就是足够你去拒绝任何你不想经验的事情的钱吧。那回来之后呢？回来之后就是也是飘了一阵子，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精神也没有恢复，就是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对，就是飘来飘去，然后原本的东西就加减做，然后手上的钱还没花完。对，就这样子飘到2024年吧。对，2024，然后那时候23年底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快没钱了。对，然后要讲奇奇怪怪的事情。你想想看啊，在这里我跟你说，我的听众很能接受各种奇怪的事情，因为毕竟我是做那个知识内容嘛，所以他们脑袋差不多都跟我讲差不多了。所以你可以用你的语言跟你熟悉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账户就剩1000多块。OK， 对，我可以问原本多少然后变1000吗？应该接近100吧。就被我消耗掉，在几年之内，1年多吧。厉害。对，就是败家啦，被我败光了。然后那时候剩1000多块，我还是不知道我要怎么生存，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把那个婚姻的那一块其实已经丢一旁了，就荒废状态。然后我也不想再去做那件事，就是做那件事对我来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我要处理很多那种婚姻问题的人，他们其实负能量很强。对，那时候我精神又很飘，我已经吃不消的东西了。对，就他们进来我就已经爆掉了。所以年底的时候我在想，那怎么办呢？1000块我要怎么活呢？后来想一想，算了，我就把它丢一旁。我就想我还想再出国。对，我就觉得我想要再去走一走，我要再逃离吧。算这种感觉，不知道，反正我就去观想这件事情，观想我在出国的那个画面，在机场怎么样的。对，我就只有做这件事情。结果大概过了没几个礼拜啊，2-3个礼拜，突然有人他是要跟我朋友买一个粉丝页。OK， 对，然后他们谈得不好。所以我朋友跑来问我，就是一个征信的人，对，要去跟我朋友买，然后我朋友跑来问我说，认不认识这个征信的人？我说我认识啊，就刚好同行，对，同行的。他说价钱谈不好，让我去帮他谈。我说好啊，反正我认识嘛，然后就谈，就谈一谈。那个征信业者他觉得他不愿意再提高，然后我就是半开玩笑说，那我也有东西，不然包一包我的跟他一起卖嘛。然后他一听觉得很有兴趣。对，然后他说，那不然我买你的。那时候你的多值得买？完全没有概念，就是一个社团啊，那个社团就是你之前经营的那个嘛，对不对？对，然后那时候有16-17万人吧。Oh my god！ 对，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行情，我就说，那不然我跟他包一包卖你，然后他说他要买我的，然后他也包了一个很大的价钱，是吗？对，然后就买了，然后我又有钱了。显化大师，对，这就是显化，对，真的。然后呢？然后就拿了钱之后，又继续想我要干嘛。对，后来到了年终吧，因为我的师傅，我的上司，他叫我去干点事情。Okay， 所以你持续那个时候在跟那个师傅学习，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就偶尔会去，然后去也是闲聊，没有说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对，完全没有带功课回家这种，完全什么都没有，就去像这样子聊天。他就说你去干点事情，打个零工什么的，对，做什么都好，去洗碗去搬砖什么随便。后来那时候我就好，那我去跑外送，对，就跑了一阵子。跑了一阵子之后就遇到搬家，就是我们房东那时候算是要差不多安顿下来，因为我终于找到稳定的经济来源，然后我可以再去想我接下来就是我原本做网络这一块嘛，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算是刚稳定的时候，我的房东就突然说他要卖房子。OK， 我们
必须要搬家，就是又要来搞搬家，对，就弄，然后又搬家了这样子。OK， 简单来讲，就那一阵子就是各种事情要做，对，然后没有办法停下来。差不多在搬家前吧，就是我差不多开始跑外送的那时候，大概是那时候几年？2024的暑假。OK， 对，那时候我就开始写一些那个身心灵还有佛教的内容在萃。对，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做这件事情，跟跑外送差不多同时期。对，然后就面临到搬家。搬家是怎样？你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搬家是很重大的事情是吗？很重大啊。为什么嘞？很累啊，还有带着家人。就全家人一起搬家。对啊，我跟我妈还有我外婆啊。OK， 对啊，因为我本人是一个1年搬一次家的人，所以搬家对我来说就是人生常见的事情。那很累耶。我每年都在做这件事，但我觉得搬家它至于我而言是一个整理自己的过程。是啊，因为我每年都在问我的物品说，我需要你吗？我还需要你吗？还是其实我可以很自在的跟你说再见了呢？所以我有尝试过，还是我在同一个地方定下来。后来我把搬家当作是一种年度整理自己的时刻，然后我发现每年这样子整理都可以重新认识成长后的自己。因为可能去年呢我觉得我用得到，今年呢我同样在看到同样的东西，其实我这一年根本没用到。对啊，然后我就会问自己说，所以当初的时候你想留着它，你带着什么样子的念想，就去做这些对话，对我来说是搬家很疗愈的事情。那后来搬家之后嘞？对啊，你搬家是自己搬还是跟你妈一起？但是我自己搬我所有东西，可是我本人东西极多无比就是你可以想象，我大概可以把你叫几车？你搬家我叫了10车。好，你现在有那个概念对不对？我的家就是不用我的家人，我的本人东西就够多了。好，我叫了有10车油，很累耶，非常累啊，很累，可是就很爽就是你就觉得哇，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然后所以看着我的物品，我就可以知道说OK， 这些东西它是如何，我过去曾经什么样的状态让它选择来到我身边然后你就又在认识过去的自己然后又在感受它，所以是很好玩的事Hello 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们接下来喵喵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在今年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分别在不同的海外跟国内带大家玩不同的事情。首先我们在9月14号到20号的时候要带大家去尼泊尔颂钵旅修，而且我们在这一次的颂钵旅修里面特别加开了名额。然后呢，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场台湾的实体课程也即将发生在我们的南部跟中部。11月的7号8号在高雄会开设12脉轮课程，11月14、15号会在台南开与高我连接的课程，11月18、19会在台中开金钱丰盛灵气。然后呢，我们在12月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打算要把市集、论坛、工作坊、艺术文化全部集结成一个叫做 Login 地球玩家共创文化季的一个大型活动，会发生在12月11、12、13号。所以希望大家把这3天留下来，我们一起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很开心的派对，跟我们一起参加 Login 地球玩家共创文化季。今年最后一场的活动我们会办在清迈，我们会在12月的27号到1月2号的时候办一场跨年的艺术 retreat。 而这次为什么是艺术 retreat 呢？是因为我们会邀请大家去探索自己身体的艺术，透过融入当地的美，我们会设计一场新生命的诞生，去跨越一个新的版本的自己。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下半年年底的所有活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报名，在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资讯。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你询问我们的客服，我们都会尽快的回答你。期待下半年跟大家一起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我的 podcast。那你会想要就是全部就断掉吗？你说都不一样吗？从零开始吗？你说如果把我家里的全部东西都舍弃掉？对啊，你既然1年搬一次，我觉得我蛮常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是1年只待在台湾几次所以我真正会带出门你也很喜欢旅行，我真正会带出门的东西其实就那些所以我还蛮清楚知道我的人生必要的东西是什么，不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说，那些物品至于我身边，它是一个我的宝箱跟我的工具库就很像是你是一个角色嘛。地球玩家在讲的概念就是这样，你的高龄就是这个玩家，你就是这个角色，身边的人就是这些 NPC 那一个玩家他其实真正让这个角色需要背在身上的东西可能就一个包包，可是他今天在换不同场景的时候会回到他的宝藏库换装备
所以对我来说，家里的那些东西看似实车，可是它对我来说都是我不同的生命状态里面会需要的装备。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跟你有一个很像的地方是，我们都很喜欢做各种往外的挑战。然后像我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学潜水，然后所以我就家里有很多潜水装备。2021年的时候开始露营，然后所以就一堆露营装备。然后2026年今年开始我开始爬山，所以我有爬山装备。然后他们都被我归类在就是不同的角落里面。所以当我需要潜水的时候，我就把装备拿下来。露营的时候就把装备拿下来。所以对我来说，他们都很重要。但我知道当我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许就只是需要洗脸、刷牙、一件宽松的 T 恤，我就可以出门了。自己在搬家过程当中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啦。那你自己累啊？我是觉得好累，好像全部放掉。所以搬完家然后嘞？搬完家然后就安稳的跑了外送，然后写这些东西嘛，然后有接案。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带班级啦，带学生做那个婚姻修复。对，结合这些东西啦。婚啥姻修啥复呢？OK， 婚姻修复就是以前的嘛，以前的那个。你已经看透那些需要抓奸现场的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了。也没有说看透，但是至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了。对，好酷哦！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吗？有，还是有带啊。那个班带了，现在2年多了。好酷哦！就是对，好像就是卖那个社团的时候开始的。对，然后一直做到现在这个状态。好赞哦！就一直带着。那你现在为什么会想要走入身心灵这件事情啊？就是对你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好玩吧，好玩。然后我觉得比较真的可以帮助到人。因为我那时候在做婚姻的时候，我觉得讲什么都没有用，都只是解决一些片面的表面上的东西，比如说有同理心啊，要学下来聆听啊，沟通的艺术啊，这种。对，我觉得都很浅层，没有办法解决到真的人生的那种程度，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接触到身心灵啊，然后在佛法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找到答案了，我可以用这些方式去帮助他们。那所以现在你的婚姻修复是结合什么样子的佛法？没有固定就是。那你可以举个例子，我好奇。就是我算叫做修行陪跑吧。对，就是带他们，因为有一些学生跟比较久嘛，然后他婚姻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后来就变成在聊其他的，就是后续的跟老公的相处啊，怎么样教导小孩啊，然后在公司遇到什么事情啊，这些都会聊。或是他的跟朋友之间怎么样人际关系都会聊，然后就是用这种修行的方式去陪他吧。从事件中去教导，我觉得这是最快的，最有用。那通常你觉得围绕在会有婚姻议题的人，他们都卡在什么样子的信念？应该是说自我关系吧，都是要先处理自我关系。信念可以卡很多种，大部分是匮乏嘛。对，匮乏、缺爱，对，然后不安全感，对，不配得感，觉得自己不值得，对这些的。但是我觉得最终都是没有认识自己的这颗心。自我关系。如果能认识一点，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其实就是佛教讲的要去看懂这颗心。就是这样。那你觉得你现在的这颗心用3个形容词，你觉得它装着什么？慈悲、智慧、空性。为什么是这3个？因为就在学这3个。那至于你而言，慈悲、智慧、空性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吧。它长什么样子？没有。你是从什么状态看见它是慈悲？它叫做慈悲。慈悲可能好解释一点，就是对待人吧。对待人的时候，可能有人让你觉得很生气，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他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用慈悲的角度去看，你会觉得他其实只是因为他也被他的烦恼所困住。对，就是他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子做。烦恼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对，我们没有这些烦恼，我们的本性都是清净的。我很喜欢一句话，这也是我在去年年底发生了
很多的碰撞跟冲击，最后给这些混乱下的结论，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坏人，只有脆弱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其实没有人是愿意当那个坏人的，哪怕他是一个极端的杀人犯，或者是强奸犯，或者是造成伤亡的人，其实背后他都因为那一些脆弱而衍生的恐惧吞噬了他自己，而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善良的人。我觉得这真的是连接到慈悲。对我而言，我觉得慈悲它是一个你允许这一些负面是存在的，不去压抑这一些所谓你认为很混乱跟不适跟不安跟很多的恐惧，它存在的时候，慈悲就会长出来。因为允许它们存在是需要很深很深的安定跟认同的。那你觉得智慧呢是什么？慈悲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就是你有了慈悲就会有智慧，两个是双运的嘛，同时就是像那个铜板的正面反面那样子。因为如果没有慈悲，看这个人就会觉得他是杀人犯，好可恶，那智慧就不会显现嘛。可是如果有慈悲，你知道说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现在变成杀人犯，但是我不知道为杀人犯开脱啦，只是说是的，这是一种视角，对，一种不同维度的视角。对，你有这个维度的视角在解读的时候，那个智慧就是会在那个状态。它是同一个维度的东西。就是一种频率吧。频率，对。就很像是曾经我的师父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跟我说，慈悲它必须得要有力量。这份力量是来自于你的智慧。对，是的。智慧可以帮助你去判断这个力量它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其实我也常跟我学生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上需要杀人犯存在？因为杀人犯的存在会让你意会到生命的重要性。会让你意会到，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去面对他内在的声音的时候的极端反应是这个样子。对。那这些杀人犯的事件又勾起了你什么样的情绪？他要你照见自己。对，所以杀人犯他存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剧情，但当然每一个人选择的剧情都不同。可是当有人的剧本长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这个游戏关卡它的确会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高度跟质量，只要你带着智慧去看待它，你越过那一些限制，当我们可以用智慧去看见它背后的慈悲，它真的会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个美是来自于那些冲击后带给你的成长。美在这里。对。那空性嘞？这东西就是变成你讲了就已经不是了。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我喜欢用那个量子力学的方式来讲，它就是薛定谔的猫嘛。对，就是它在盒子里面的时候，它可以是任何形式。对，那其实空性讲的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观测点，或者说是参照点。对，拿掉所有的参照点之后的那个尚未坍缩的状态，对，还是不确定的那个状态，那就是空性。对，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理解的啦。我的理解，它就很像是，就是今天我们人生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再去定义一件事情，而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你的定义。对，就很像是今天被子打翻了，我可以定义它弄脏了我的身体，所以导致我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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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要去洗身体，我要干嘛？我换衣服，然后造成我好多人生的困扰。但是它可以就只是打翻了。哈哈哈，没有任何的更多的情绪去延伸了。所以当人们放了很多的定义的时候，明明同一个事件它会带给你完全不同的回应，那一些看你投射出去的是什么，回应的就是什么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要保持空性？空性就是你不带着任何的意图，就不会有任何意念可以伤害得了你，它是相对的东西。好赞哦。那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想上我们节目？好玩啊，没有体验过啊。真的吗？对啊。可是在那之前你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没有。那此刻有吗？此刻有，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对，做一下功课。真的哦。对。感觉如何？礼貌性嘛。礼貌性。对，那我是蛮没礼貌的，我跟你说。好，所以是你没有看过。所以是你看的。OK。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像是第一次认识你。
然后我喜欢认识我觉得好玩的人。OK， 所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那你觉得这个节目，或者是说你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你感觉如何？感觉或者这个节目不带任何意图。我就空信。我刚刚也是，你知道吗？我刚刚想说，因为我们这一天有点忙，然后我想说，他就跟我们家33，他就说你要不要邀请这个人上节目啊？我说这人谁？然后说就这个啊。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认真看，可是我是一个很吃直觉的人，对，我就直觉，我就得好啊，那接啊，没问题，我们来邀请他吧。这样子，我觉得我们邀来的嘉宾大部分都是这个状态，对，所以你也会发现我们节目其实就是没有开场，它就是一个自然进入聊天状态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希望它会是一个很自在的过程，因为这样现在不自在是不是？还是有点不自在，很裸哪一种裸露？就是讲自己的人生不裸露吗？会很裸露吗？会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想一下，讲自己人生对我而言，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的人，所以跟我很亲近的人，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就是讲到，就是他们也想，你确定你要跟我讲这个？我说这有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跟别人交换剧本的人。对我来说，人生它并不裸露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人生是我，或者说我的。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角色他正在经历这样子的故事，好酷哦！那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你听，就像是写小说一样。就是很多作家他其实在写的小说角色都是在说他自己，可是他套用了一个人格，因为那个比较安全嘛，就是我透用第三者的角度去跟你们叙述我的生命故事。所以对我来说，生命故事它永远都是值得被分享的，也没有裸露，也没有隐私。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交换我的生命故事呢？因为我们都是源头，源头就是在创造不同的角色来认识他自己。那他要怎么认识他自己？就是透过这些交流跟交换，他才能够认识他自己。OK， 所以我觉得很酷。那对你而言呢？你不会觉得很累吗？那有什么情况会累？交换啊，交换本来就是很容易会遇到一些很累的事情啊。比如说，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对啊，尤其遇到不好的就很累啊。你说不好的故事吗？对啊，就会很累啊。你说我的不好的故事分享给别人，还是我要听别人不好的故事？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就是跟人都是那么 open 那么敞开，对，就是会连接一定比较深啊。你说跟人之间的连接，对啊，比起都不讲自己的嘛，那你连接比较深的情况，就比较容易遇到比较深的议题，比较累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会跟人更熟识，了解更多，知道更多事情。比方说具体来说啊，就是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一行吧，就是会有人来找我讲他自己的事情。对，然后就是近期我可能几年下来，我已经觉得好累，我不想听这么多东西了。懂。所以我只负责讲啊，不是说你啊，我说就是很多他会自己密我，然后巴拉巴拉讲一大堆这种啊，懂。对，然后很多。那你觉得他们累还是你累？都很累啊。是哦。对，我会觉得你不要跟我讲。但是懂。因为我不喜欢就是让人家感觉说好像他在敞开讲述自己的时候，然后没有得到回应，就变成我必须要回应他。就比方说，我就遇到很多那种什么各种你想得到人生苦难的东西都有了。被霸凌啊，然后离婚啊，家暴啊，或者是身边的人自杀，父母什么的自杀，这种都会遇到啊。那长期下来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哦。我会想要关在自己的世界。我有一段时间在做个案的时候，因为做个案是一个你必须得要听他的人生故事的状态，而当时的我是没有界限的在听。我觉得我的确就是抱持着一个心态，是我必须得听，我要疗愈你，我要去明白你，我要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你，所以我会把所有的感官放大，然后连接这个人的能量场。好累 Oh my god， 极累无比。我发现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累，
是来自于我一直在与他共振，而且我刻意的与他共振。可是他需要的是与他共振，还是陪他觉知？觉知是什么？觉知是你用第三人称的视角看他，与他共振是你带入他的第一人称视角。然后当我开始可以学会分辨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的差别之后呢，我带个案的时候，我每一次他在讲的时候，我都在发呆。对不起。我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在发呆。好，我发呆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出口，哪怕我同理他，跟理解他，我也都无法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在疗愈的目的是解决他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引导他觉知也好，那我就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觉知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讲完了，你讲完你的，我来讲我的。那我要讲什么呢？我来讲我从第三人称看到的东西。当我能够抽离这一个跟建立这个界限之后，我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才不累。这个是我自己的方式啦。OK。然后后来呢，我还有再进阶的方式，就是我不接个案了。我直接不开放这个邀请。我觉得疗愈师他是一个很深的框架，疗愈师他带着拯救者的起心动念，某种程度，对，就当我们的个人修炼还在一个自己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入拯救者模式，圣母心。然后当我开始去问自己说，我到底是想当一个圣母，还是想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帮助更多的人？那帮助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我后来发现帮助的本质是教育。我开放一个树洞给你听根本不会帮到你，但我教育你的思维才会帮到你。所以后来我关闭个案，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教育上。所以现在要跟我预约个案的人，他必须要度过层层关卡。我依然开放个案，可是我就跟我的所有学生讲说，如果你要跟我对话，前提是我要知道你是一个值得我付出时间的人。那什么叫做值得我付出时间？是你也愿意付出时间在你自己身上。所以要跟我预约个案，他必须要先加入我的会员。加入我的会员，他要完成一个内在之光的入门课。完成这个课总共7天的时间，每天都要打卡，打卡的内容都要他写很多很多的自我觉察，你做完了才可以预约。可是通常很多人大概做到第1天第2天就不做了。为什么？要不要浪费钱？不是，他做到第1天第2天就觉得自我觉察好累不认识自己的情绪好累我为什么要去了解我的灵魂在说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件很矛盾跟吊诡的事情。你都不想了解你自己，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能了解你？所以他没有办法走完这一关，那就代表说其实你也根本没准备好被我疗愈，你只是想要找一个投射的对象，认为有人可以接住你的短暂安慰针而已。我不想再当那一个短暂的安眠药，因为累就是来自于这个。我根本就没在帮别人，我只是在帮助自己的 ego， 认为我在帮别人的 ego， 那我才停止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最后我发现，当我设立了层层的标准之后呢，来到我身边的人都会特别尊重我，珍惜我，保护我的时间，保护我的气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发现疗愈人一点都不累。这是我自己的方式啦。Nice。好好笑随喜你。双子座好直男是吗？在那边给我 nice。很好啊，不然呢？谢谢你。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好奇的？对啊，因为这就是互相交流。我好奇你，你也可以好奇我。对啊，你知道邀请你来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某种程度一定是灵魂上是有共鸣的。但我也很好奇，我们在你的视角我们正在共鸣着什么？不知道。毫无好奇心啊。有啊，但是你不要控制，你就当人类，你在这里当人类就好了。谢谢。好奇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吧？你自己都有吧？各种。为什么会好奇？因为缘起啦，我们缘起啦，结缘啦。就看看后面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我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好啊。我们来，因为呢，那我来跟你分享我们接下来会做的事情，就是地球玩家的这个概念。最终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实际是一个玩家。玩家是一个可以操控自己地图，可以操控自己方向盘，可以操控自己该干嘛要做什么的一个状态。那地球玩家的这个视角其实就是高龄视角、高我视角，
他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自己去看待现在这个人的状态嘛？那要怎么样让一个人成为玩家呢？你觉得？不是本来就是玩家吗？怎么成为？他觉得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是啊，就是睡着了呀，所以才会觉醒这件事嘛。他就是现在就是昏睡，他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觉醒的佛。对，那要怎么让他们清醒？你的方法呢？我想问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我没有方法啊？为什么没有方法？我觉得分2个层面来讲，佛法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证悟。OK， 对，这个阶段叫做证悟。所谓证悟就是大概就是你说的清醒的这个意思。对，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假的。也不是说假，就是虚幻不实，就跟做梦一样，醒来了。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这是观测者吧。观测者效应就是我如果有那个意识的维度，我看待你，我觉得你也是开悟的，你也是玩家。可是我没有那个维度的话，我看你就是 NPC 啊。所以我觉得你是 NPC 还是玩家，你是凡人还是你是菩萨，你是佛，其实取决于我怎么看待。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是我没有那么高的修行境界啦，还是会有分啦。这个人好像比较厉害，那个人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对，我要凡人。对，凡人很好，我也是凡人。我们就是凡人，没有别的。你有想要成佛吗？成佛？对啊，感觉很好玩啊。所以你是有想成佛的？对啊，就是往这个方向啊。OK，好酷哦。我想成佛吗？我好像没有。你先定义佛是什么吧。对你来说佛是什么？我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好了。我很常跟我身边的人讲，我就说，你觉得人类是什么？人类的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为何你想要来这个游戏规则里面玩？因为我们曾经可能都当过佛，我们曾经可能都当过祭司、女巫，就是杨贵妃，然后或者是皇上，就是各种角色，其实你都当过，因为你的灵魂就是转世千百万回，你基本上你电视剧看过的角色，你应该都当过。那为什么我今天，甚至是你可能是某一个星球的存有，你可能是天使，你可能是动物，whatever 都好，你已经当过这么多的角色，你今天选择当人类，为何？人类它是一个带着二元对立，带着限制性思想，带着极大喜大悲的感官收缩能力的一个人类，他被这个肉身给限制，他有他的神经系统运作方式，可是同时他有意识，他有灵魂。OK， 所以我们的本质都是意识跟灵魂的话，你为什么要被装在这个人类躯壳里面？因为你觉得装在这个躯壳里面很好玩，那为什么就不要享受这个躯壳就好了？为什么要成佛？OK， 我是另外一种想法啦。就是其实我们没得选择，就是当然不是自己的选择，就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这是因果，就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不是我选择来当人，是我的因果就走到这边，我就是来当人的。我觉得这是生命的进程吧，就是对我在我的世界观，生命从你是那个蓝绿藻，蓝绿藻基的微生物，对，微生物这样子进化到那个鱼类、两栖类、爬虫物什么的，这样子一路进化到现在我们是人，就是我们的因缘走到这边，这个生命到这边。那接下来你也会成佛，我也会成佛，大家都会成佛，就是它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的进程，只是说要多长、要多久时间不一定，就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选择当然也有的是选择，就是他的执着很深。对，就是他像很多嘛，像很多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会想着说，我死后我的小孩要怎么办啊，我的孙子啊，财产怎么分这些东西嘛。然后像我们家老人也会想说，死后要葬在哪里啊，怎么样的。就他对这个世间还有眷恋。对，这种你说就可能他有这个执着，他会间接的让他选择来当人。可是如果他因果没有到，就是他有这个执着，他也不会来当人。就是有可能他干了太多坏事了，所以他去轮回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当人了，他堕到其他地方去了。对，因果来自于你的愿嘛？愿来自于你，就比如说，业力因果，业力它就是来自于你许的愿呐。比如说，
为什么我这么没钱？好像这句话并不是一个许愿，可是你的确就是在投射一个如果我很有钱的状态长什么样子，你对这件事有期待有执着，所以下意识你就会体验这个。okay. 这个叫做业力跟因果循环。很多人都会说，那我们保持空性就是不要再发任何愿了。所谓的我想要我不想要，当我没有这样子的执念的时候，你迎接任何敞开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其实没有需要解决跟你没有需要显化的剧情了。当你保持觉知的时候，所谓的业力要怎么消除？起心动念嘛，就是今天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它可以是跟自己保持最高心口一致对齐的，哪怕是看似坏的起心动念，它都是不会造成因果的起心动念。举例来说，我今天想要帮助一个人，可是那个帮助不是我认为的我要帮他捡掉在地板上的苹果，而是那个帮助是你知道这份帮助它会带给什么样子，你可以用高龄的视角去看见这个帮助，而不是用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见这个帮助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涟漪。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对，所以当涟漪不产生的时候，你就没有需要继续完成的剧本。对我来说，这个是佛法的成佛。它不一定是要来到一个多开智慧的状态，而是你不需要再有任何需要清算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是佛。对啊，可是依然可以当个无需清算的人类，它就变得很好玩。我觉得我们在讲的应该还是一样的东西。是啊，是啊，所以你会想要来到这个状态，别轻松啊，轻松啊，其实有比较轻松吗？当然还要搬家，还要生病。你不能享受，可是无需清算的状态，就是你也享受搬家，你也享受生病，你也享受生命的混乱。对啊，所以依然可以有这些体验，可是你的心是平静的。我觉得这是当人最好玩的地方，当一个有修行的人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混乱发生，你就混乱呢，我看见你了，然后那一份觉知才是好玩，带给你生命喜悦的快感，就很自虐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人类就是喜欢虐一波，对啊，所以才会想要当人类。那下辈子还想再当人吗？不要。好，完蛋，又是一个愿了。好，有人许愿了，为什么不要？很累啊。可是不要也是一种，是啦，对，没错啦，对吧？看安排啦，看怎么样都好。那你觉得你的人生要怎么样可以来到一个也许我可以全然的享受的状态？全然享受，我觉得我只要睡好觉都可以，睡好觉就好了。不行可是你的睡好觉好像包含不需要搬家这件事情。对啊，最近没睡好，什么都觉得好累，睡好什么都觉得好好玩，好有趣。是睡眠其实对你很重要，很重要啊，没睡觉很痛苦那个睡眠的时辰有没有关系？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早上才睡觉的人。还好没有啦，因为我最近刚搬家嘛，就是你们要找我，然后我说我在搬家嘛，然后搬到一个我没办法。你到底搬几车？我2车而已啦，我没有你那么厉害。你叫，气死了！2车3顿半。对啊，那东西非常少哪有？我觉得他说以男生来说，东西太多了。而且大部分都是用不到的。那你可以检讨一下自己。对啊，但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啊，就是丢掉又很浪费，然后要想说，对这个东西要拿去捐那边，这个要拿去捐那边，好累哦。可是其实成佛的过程就是在这些混乱当中，体验过混乱，你其实对，就是体验过这个累，你就会显化一个不累的剧本。那你觉得不累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好，假设搬家这件事带给你好累的感觉，那不累的解法是什么？我基本上只要好好睡觉，我就觉得人生很棒。但是不可能啊，你就知道吗？对啊，那解法是什么？解法目前没有解法，解法就是不要再当人，不用睡觉。也是，您跟我们家30的想法可能挺一致的。当然会生病。我会说这个叫做直男式思维。对啊。所以你知道你很酷的原因是因为，假设我们先定义这个状态叫我认为的直男好了，再去讲身心灵这个东西是一个极度吊诡的事情。那个某种程度的吊诡是来自于你们解决人生的方式是关闭所有感受。好像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我心里想说，你确定关闭所有的感官，这个叫做修行吗？或者说这个叫做就是对 spiritual practice 吗？然后我就想说，是这样吗？你自己觉得累？不是啊，当然不是啊。但是那一个好累算了，躺平的状态。
更深的本质，你觉得你在体验的是什么？体验哦，体验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体验什么。好，直觉，你觉得你现在人生常出现的3个情绪是什么？3个情绪哦，无力，就大概就这个最多了。好无力正在经历无力的好，第二个情绪。第一个在那边，第2个、第3个可能这样子吧。好，那第2个、第3个可以讲一下。第2、3可以很多啊，愤怒、焦虑、不安这些。但是你的直觉都是挺负面的词因为最近吧。OK。最近刚好来到这个状态。OK， 那个不安是什么？就是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啊，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啊，就会没有能量，就会很容易低频。最近是这个状态。但是在搬家之前，其实我状态还不错。那搬家之前的状态的3个情绪形容词，情绪是什么？其实我们好像蛮兴奋的。OK， 兴奋。对，兴奋，然后期待吧。期待。然后你说搬家前吗？还是你说搬家前？对，马上忘记我的问题。对。OK， 好。还是常常会觉得很那个吧，那个被困住的感觉 stuck。但是现在那个困住的感觉破了，来到另外一个困住了，就是困住在一个很难放松、好好休息的地方。但是我现在正在适应了，现在正在想办法克服这个状态。克服这些混乱还是不熟悉的自己。克服无力。我这一次搬家，我意识到我很不会面对无力感。那个无力感是来自于所有事情都无法被解决。这是一点。然后再来是没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不管是身体上的休息还是精神上、心理上的，就是没有一个安心的地方，安自在的地方。那自在它需要什么元素对你而言？至少要可以睡觉，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来是一个沙发长这样，它对你而言是一个可睡觉的地方吗？可以，反正就是可以躺平的地方。对，要求也没那么高，就是可以躺平。对，可以睡觉就好。我没有啦，我讲一下，我现在是很吵，那边很吵，就是那个很多那种低频共振的声音，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会吓醒。为什么？你说那边的环境吗？对，然后我现在在克服，就是我的师傅说你为什么要搬到一个如此多低频环境，而且并且会被干扰的地方？没有注意到嘛？你就搬进去了。对，就是那怎么办？你打算与他如何共处啊？现在还没有定论，原本的计划是继续找别的，然后再赶快搬走。但是现在觉得边走边看吧。对，就是 OK。那我们来用玩家视角，你觉得玩家想让你体验什么？无力吧。我觉得这次无力感学到蛮多东西的。你学到了谁啊？就是我先是意识到我不会面对无力感，然后在无力的时候，其实我体会到很多，我可以去带入别人，其实或许他也很无力的这个状态。就我可以看到别人的无力。你在体验无力。对，我在体验，因为我这次是自己出来住，然后又体验到这些无力，所以我就有感受到说，其实有些人因为其实我跟我妈的缘分比较深，就是我们几乎没什么分开过，除了我跑出国这样子。对，后来我这一次我体会到说，其实很多人他是没有家庭依靠的，他没有家庭的支持，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像比如说，我们网络上很常在骂那些8+9嘛，对。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是这些8+9，他们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他们从小没有出生在一个有安全的家庭的地方，有支持的地方。对，他们出生是没有支持的，所以他们必须要依靠外界的朋友或是公庙这些。可是这些会去骂他们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是家里保护好好的，就是不用在那边出什么事情，然后没人理你，死在外面的。对，会去骂的人都是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无力感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体会到很多，不只是这些8+9，还有更多的人。像我昨天因为我住附近嘛，我常在那边散步。对，我昨天看到一个在西门町，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她打扮很特别。反正这边很多打扮很特别的人，然后我就看她手上，我想说她刺条码在手上。酷，就仔细看她超深的。画到烂掉，我从来没看到。对，整个全部都是。OK， 然后第一个想到，他一定出生在一个很不好的家庭，他家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才会变成这样。对，但是以前的话，我不会感受到那么多东西，就是我以前没有那么深的无力感，我没有去面对这么痛苦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心理状态不太好，就这样子而已，但不会去想到也许他的成长环境很痛苦，也许我还只是搬家过来，我才1周2周不到，我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可是也许有些人他出生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他在外面死了就死了，没有亲人会帮助他，我也有认识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无力感对我来说蛮重要的。我还是会抱怨还是觉得很累可是废话，我就是人谁要搬那么重的东西啊？奇怪为什么他不能自己飞起来？什么东西？我每次我说搬家的时候，我每次都这样想，然后就砰砰砰，然后他就在这边，还真是某种程度是我在搬的。为什么？你不是请搬家公司？省预算啊，所以他只负责1楼到，你知道从门口到车上，他不负责从我的原物位到门口，所以还是要自己拖啊，自己弄啊。下次介绍你不错的真的好，我希望我接下来的可以啦，就是我对我刚才想说，我每次因为我很常出国嘛，我每次出国行李差不多60公斤起跳不同箱，然后60公斤，所以我都在。那我重训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旅行的时候可以靠自己这是很好的目的啊。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无力感现在你还自处的如何？它还是会带给你蛮深的体会。我每次我的人生都是这样就是我重生之前一定都是先死亡一次。对，我去年我做这个 IG 嘛，做这个脸书，做这个频道，其实就去年的5月。对，在5月之前我生了一场大病，然后那时候几乎将近2个月是完全没有动力做任何事情，是真的身体很累，烂在那里。对，我就出去一下，然后好累好刺激好多。对，就是我长那个嘛皮蛇对，然后我还长那个2个皮结，就是人家说会绕一圈会死掉那一种。那时候我去看医生，医生还叫那个护士过来，可不可以借我拍照？你这个我很少遇到，在那边拍。然后他但你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一开始没有，是他结痂之后很痛，超痛的，在烧，对不对？对，然后他是那种神经痛，对，然后一直刺你，对，前面是痒到睡不着，然后再来是很痛，就是感觉你无时无刻都在抽筋，对，然后体力会很薄弱，就是出去一下就没力了，就要专注力都在他身上，对，就那时候3月到5月吧，都在搞这个。3、4、5 2个月的时间呢，哇 ，Oh my god！ 然后5月好了之后，我就开始做这个频道了。我就开始觉得，因为我每次经历这种痛苦，我就觉得好，什么东西结束了，我要新的开始。对，我每次都有这想法，然后我就开始做。然后那时候可能就做的蛮顺的吧，就是成长的蛮快，就这样子。懂。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代表一种死亡，皮蛇。对，它在灵性的层面上，它是说是一种业力的释放，它是深层业力的释放，没错。对，然后跟你的自我价值跟自我认同有关系。对啊，对，就是可能烧完了那个不好的东西，烧完了，所以我可以好好的来做新的东西了。这个感觉，我觉得我跟你在灵魂上可以感受到，我也是属于凤凰类型的。你知道今天是520吗？我知道啊。然后我今天就写了一封情书给自己。我的第一句我就写说：月月，你真的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了。因为我也是在去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我才刺了一个这个在我自己的身上。它是一个太极，代表着阴阳平衡，然后它是橘色的，橘色代表我的创造力、我的能量、我的生命力。蓝色它代表着水一般的流动，然后这里尾巴是蛇，因为我属蛇的，去年是蛇年，然后就是我的本命年。那你比我大你几年？你2000还是你是19？我90的，我也是90啊。你90那你是年头啊？你是年尾？没有啊，你属什么？5月啊，我双子座啊。所以你是90年生嘛，对不对？1990啊，对不起我是民国90年。真的假的？差那么多吗？完美的误会。我差你也90的，我也90的。差那么多吗？我觉得太好笑了，等一下。完美的误会，对我们你1990几？90啊，1990，我们差11岁耶！哇，我大你1轮啊，快1轮嘞！你属牛不是龙什么？今年是你本命年。他刚才还跟我说我比我大，等一下，我
对，好好笑。对啊，我们差蛮多岁。那这样你几岁啊？现在36，你自己加对吧？36嘛，差不多36，差不多。啊，我是妹妹啊，我年纪非常小，但我里面住着一个老灵魂。对啊，感觉不出来。我不是指外貌，我是指感觉。人生历练啊，人生历练的确不像27岁，对啊，不像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人生发生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肯定有啊。所以搬家对我来说才没有什么。对啊。我人生就是飘无定所，国小4年级就离开家里，然后开始自己独立出来生活。自己一个人？对啊，自己一个人。是小事怎么自己住？住在补习班啊？对啊，被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学会跟其他人相处，就小时候就爱看别人脸色嘛。哦，那睡椅子哦。被霸凌的时候可能是。还被霸凌哦。对啊，难免，有时候是我霸凌别人，有时候是我被霸凌。好可怜哦。很可怜吧。但也是因为这样，我以前也是 ego 很强的人，因为很想保护自己。对啊，就没有人可以保护我，只能保护我自己啊，也没有智慧保护自己，所以就只能用魄力，用很凶，然后我先欺负别人，别人就不会欺负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所以走错蛮多路的。然后也伤害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最后从这些伤痛当中慢慢的去看见自己在这些伤痛里的样貌，然后才认识自己。对啊，所以这个蛇其实也代表着是蜕皮。我觉得我去年也蜕了一个很大的皮，就蛇会脱皮嘛，这个脱皮对我来说是真的是撕裂痛，但是这个蛇的尾巴也是连接着我的原住民的祖灵们。就是我是布农族的，然后我们其实蛇的意象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代表着吉祥、祝福、防御跟力量。所以我觉得那一股蜕变的力量，它是在为了让我长出一个更新的自己，然后赋予新的力在我的内在吧。所以我从去年经历完消化完，从今年开始就是重生般的过去的自我价值，然后自爱、自信，这些都是又来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所以我很感谢那些经历。所以那封情书其实就在讲说，你真的来到了一个你曾经看见过的自己，但那时的你是不相信的，未来的你告诉你说请你持续相信着。我就这样跟自己说，如果你想要写一封信告白你自己，你会想写什么？好煽情哦，如果写给自己。对啊，煽情吗？我不知道，我每天写日记。对啊，写日记可能就在跟自己对话。以着我爱你为主轴的信，你会跟你自己说什么？等一下，我想先讲为什么现在就是你们，你看他现在开始想要分年龄了，现在年轻人。对啊，因为我最近认识好多那个00后的，对，就会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觉得就现在我在你这个就是在20多岁，我还在睡，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在干嘛，还不会想那么多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想这么多是吗？对啊，为什么可以那么快就开始想这些？我们那时候没有这跟现在的宇宙规则有关系。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对于宇宙的天体运作有没有研究？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子。对，就是整个所有我所谓的天体运作，我们就把它讲成我们现在就活在太阳系嘛，对不对？这个银河当中的太阳系，那我们就围绕着太阳转，然后我们有9大行星 whatever， 现在可能是8大行星。那每一个行星它其实在千百万年的运作都是有一个规律在的，所以 NASA 才去计算这些东西。当这颗星走到这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星座就是这样计算来的，星座的性格个性就是这样计算来的。今年刚好走到了水瓶世代，那这颗星走到了这里之后，它会有它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千百万年前这颗星走到水瓶座的时候又发生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数据去计算出现在也要开始继续发生这些事。那发生什么事呢？大规模的觉醒。很多人会开始有所谓的现代人说法就是开悟嘛，我开始看见自己内在的空虚，然后加上现在是火马年，2026年又是一个火元素很强，所以火在整个宇宙的4大元素当中代表着清理，因为火会消灭所有一切的万物嘛。所以你觉得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马然后一直在跑，对，一直在奔波，没错，所以它是加速器所以在加速什么？加速不适合你的旧模式会消灭。那为什么要加速？
加速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类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说加速所有的事情，筛选啊，快速的筛选啊，对啊，没错，信念也会被快速筛选，所以我们更容易抓到情绪。以前就是情绪啊，悲伤在那，我可以把它放在那1个月，我不理它都影响不了我，现在没办法。悲伤在那，你不理它，狂揍你，然后揍到你就是鼻青脸肿，然后你就觉得好痛哦，到底是什么啦？所以这是为什么现代的人觉醒这么快。而且显化比较快。对，也是，所以它会变成好业力跟坏业力会同时放大。会很快，我觉得现在很快。所以这是个快速，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突然都清醒了许多。对啊，所以我觉得跟年龄没关系，就是跟我们活在生在这个时代是幸运的。我觉得是没错，是幸运的。那你自己对于修行前跟修行后，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最大的差别觉知吧。对，就像你说的是那个玩家视角吧，会多这个东西。对，会从客体第三人称的方式在看待自己。有时候会抽离出来。去看到底在经历什么。那你会想要跟我们听众分享什么吗？学佛很棒啊，好好学佛啊。为什么好好学佛？我可以不学佛吗？也可以啊。那我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修行诚实面对自己吧。诚实面对自己，多去跟自己对话，多跟自己连结。就是这个世界是骗不了人的。因为你对自己的诚实会照映在这个世界上。对，你遇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显现。所以诚实面对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真诚也是2026年我们要交给宇宙的其中很重要的考试卷。越真诚的人他会活得越丰盛。可是真诚也包含你展现你最不堪的那一面。而当你不再觉得它不堪的时候，这也是我自己还在练习的东西。所以谢谢你今天上我们的节目，跟你聊得很开心。谢谢。你聊开心吗？一片混乱。是混乱的。咋混乱嘞？咋混乱？节奏好快哦。哪种快？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你没遇过这样频率的人？我可以看起来好像很自然，可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快熟悉环境或者熟悉人，然后对我来说可能因为你们是我第一次见到，然后又要讲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你就觉得好赤裸哦。对，就是我还没进入那个状态，但是如果比如说啦，因为我会开直播嘛，对，我开直播我可以直接讲让大家听，反正没差，我坐在家里。对，因为那是你自在的空间。对，就是这不是我的主场的感觉，所以我会有一种很混乱很紧张的感觉。那我也觉得蛮正常的。就很像是做客。对，做客就是这种感觉。对啊，那我觉得很正常，但我是跟你聊得非常非常开心的。谢谢。我觉得你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然后也让我思考了很多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舒服，更舒服来自于我们的交换是有价值跟平等的。的舒服。谢谢。对，所以你对于大场合是陌生的。大场合我进入状态的话吧，进入状态就 OK 的。那要怎样进入状态？熟一点吧。熟就是多交流。OK， 我指的那你要跟所有人都多交流，还是你只要跟这个场合的频率守护者多熟，应该就会OK， 好那我们之后可以一起玩，因为我们之后我其实有一个品牌概念叫做灵魂游乐场。因为感觉很适合。对，就是上次邀请你来的活动啊。那我还在水深火热。对啊，你有看到我们办的活动长什么样子吗？有看了一下。对，谢谢你。然后是不是很好玩？我没参加过，我要体验才知道。你用眼睛看呢，先感觉一下眼睛的好玩跟身临其境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没办法。那眼睛好玩吗？看起来还不错。很好，我要答案是这个。你想太多。不好意思。双子座怎么那么难搞啊？你觉得几号生？531啊？干嘛？我妈就是531。真的假的？我现在对象是531。真的假的？你们都那么难搞吗？有那么刚好？真的这么刚好？好恐怖哦！对啊，我刚刚想到月底，我想说傻小。对啊，我妈跟我现在对象就是5月31号。我的人生一直遇到双子座。Oh my god！
然后我有一个概念就是灵魂游乐场，所以我们之后会办更多这样子的活动。我们接下一个阶段要去国外玩，就是我们要去新加坡、澳洲、西藏、尼泊尔跟美国，然后11月的时候再回来台湾，办大活动。我们想要办3天2夜的灵性祭。对，它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我们预计希望可以服务到300个人，然后所以才会是一个更需要有人跟我一起玩的场域，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想想有没有什么是你可以参与的部分。如果是这个，你会想玩什么？没有概念没概念我对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如果我们来开一个讲座论坛，你来聊聊佛法，你觉得如何？ OK 啊 OK 啊，好啊，好那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好啊，好酷哦。好啊，所以谢谢西药多姐。你的西药多姐是怎么来的呀？那个法名上次给的，上次送你的法名，对，其实是念喜拉多姐，喜拉多姐，对，可是他那个字翻成西饶，所以我要讲喜拉多姐，对不对？可以。那你知道我师父给我什么吗？什么？尼泊尔公主。没有，我在北讲话，我在北兰，因为我其实长得很像尼泊尔人。我对象也是尼泊尔人，所以我跟他站在一起，不会有人觉得我是外国人，他们就觉得我是本地人这样。然后我只要在尼泊尔，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当地人，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尼泊尔公主号称。我长得是不像台湾人。对啊，我一开始会觉得你应该是原住民或是混血之类的。对，我是100%的，我是原住民，100%台湾人。对，没有任何的混血。OK。的布农族，很纯啊，看得出来。尼泊尔公主。Okay. 对哈，喜拉多姐。你好。所以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喜拉多姐来地球玩家这个频道，跟我们聊聊我们各自对于佛法，还有我们对于生命的觉知跟看待混乱的一切。然后很谢谢她在这里很赤裸的分享了很多她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讲出来的东西，但我也能够看见她慢慢放下她的包袱，然后用她的直男模式跟大家分享她的思考模式是如何。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听众去用他的生命视角去看待原来也有这样子的理解生命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在今天我们也聊了非常非常多有关于如何去面对那一些最不堪落幕的脆弱，然后在脆弱中看见自己的力量又重生的模样，其实是很美的。所以也希望聆听这集 podcast 的听众能够帮助你们去感受到生命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带着玩家的心去看待这一些喜怒哀乐，因为当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开悟的佛。 OK， 好 Nice 很棒。所以谢谢喜拉多姐来我们节目，我们之后下次再一起玩，大家拜拜，拜拜。